从来没想过救命的消防车也能改装，这是西海岸车厂接到有史以来比较奇葩的定制项目。为了给孩子们普及消防安全的知识，他们要在4个星期内把消防车改装成消防宣传展示车，进一步让人们认识到消防的重要性。对于这次的改装，杨哥2人也非常的头痛，因为以前没有改装过，也没有案例可以借鉴。为了成功的完成这次委托，他们花了1天的时间收集资料，经过细心的商讨后，终于做出了改装计划。他们要先拆解消防车的内部隔层，重新构建车体架构，在车子的尾端安装电视和瑟斯米克扬声器，内部则改造成 DJ 舞台。至于侧面，准备打造成2个消防安全宣传室，现场示范消防相关的安全要点，并且在外边装上卷帘门，这样能更好的保护所有物品的安全。接着将原本刺激危险的红色换成安全平和的浅蓝色，并且在上面增加一条银色的线，让车子看起来没有那么单调。还贴心的为路人增加了遮阳棚，内部则装配了2排座椅，并铺上实木地板，这样一辆另类的安全消防车就完成了。制定好了改装计划后，员工们就开始对消防车进行拆解。他们先将车上的玻璃一一拿了下来，并且将车上没用的部件进行切割和拆除。而为了腾出更大的空间，他们必须把2层地板全部拆掉。第1层是放置水管和消防梯的地方，而第2层则是一个容量达2000升的水箱。他们用叉车将其吊出来后，就开始重新构建车体框架。员工们该打磨的打磨，该切割的切割，忙的是一个不亦乐乎。这时员工拿来1根方钢，要用它改装收纳隔间和车门框架。他们利用切割机切割出相应的尺寸，并将其焊接在一起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用料是有多扎实，完全都可以用来做底盘了。当框架制作好后，员工将其焊接到了车体上。这一步看起来很是简单，但是非常的考验焊工的技术。如果焊接不好，就会出现歪斜和不结实的情况。但这些对于西海岸车厂来说却是手到擒来。与此同时，车尾的电视部分也加紧的赶工中。为了能让铁板更好的固定到车上，他们对铁板的周边进行细心的打磨，这样会起到更好的粘贴效果。员工将强力胶打在车架上，然后将铁板一一的贴了上去，并用螺丝固定好。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努力，装配部分基本完成。为了赶时间，员工现将车头部分用胶带密封好，将车子开到了喷漆间。这次与此不同的是，里面在喷着底漆，外面还在对构件进行收尾。对于时间的把控，西海岸车厂算是压缩到了极致，这样不仅节省了漆面风干的等待时间，还不耽误外面的装配工作。真所谓小鸡那个啥，各有各的道。等卷帘门安装完成后，电工也开始上场了。他们将一根根电线连接上去，这辆车的线路要比普通车要多得多。不仅驾驶室内有很多消防车的功能电器灯光外，还有改装功能区的电器设备，所有的线路都必须重新连接，无形中给电工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。而这时内饰部门也开始了工作，他们对车内的皮革进行拆除，并对不规整的部分进行打磨，紧接着给地面铺上实木地板，让车内增添家里舒适的感觉。而拆掉的座椅也被带到了内装室，员工们正在对其细心的制作当中。与此同时，遮阳棚也到货了，员工们迅速的将其安装上去，并且进行了尝试，结果非常的完美，运动也非常丝滑。等这些都完成后，车子也被颠倒了过来。他们先将塑料布把车头部分封了起来，车尾就开始了喷漆工作。员工给车架部分喷了1层底漆，接着又来了1层面漆。这个喷漆工作看着是快，但是喷漆工作就得好几天。等面漆风干以后，员工们就开始了组装工作。全体员工全部上阵，装饰的装饰，上玻璃的上玻璃，忙的是不亦乐乎。可这时离交车时间已经剩下不到2天了，内饰部分还有功能部分都还没有完成，甚至有2个展示台需要单独制作。于是杨哥找来了消防系统技术人员前来帮忙。经过了1天1夜的赶工，这辆有意义的消防安全宣传车终于完成了。让我们来对比一下改装前和改装后的效果。虽然都是消防车，但改装后的效果和用途却完全不同。一个是救死扶伤，一个则是防患于未然。当客户看到车的那一刻，非常的满意，完全符合他的预期。更希望这辆消防车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防护安全的必要性，能让小朋友从小就有防范的理念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样一个消防宣传车照比原本的消防车，哪个对社会更有帮助呢？请发表你的看法，告诉我。